拆完。突然有车插入我前面了，你看，吓到我一下，我的脚要放上边，哎呦！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哈。今天我的人呢就来到了Wang Sha Maju Toyota Motorzone， 也是 by Wing Hin 的。想要看任何的 Toyota 车啊试驾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他的 Toyota Wing Hin Balakong 啊、Wang Sha Maju 啊，或者是到Bandar Indah也是有的。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一期的视频呢，我有去他们的 showroom 去看了他们的车，因为那时候没有 test drive unit 啊，没有的试驾，我们只能去 walk around 看看。所以你们想要看内饰啊、外观的话呢，你们不妨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就是专注于试驾，等一下我们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好，话不多说，我们去上车试驾 ，Let's go。这辆车也是一个最高配的，因为它只有2个配置嘛。比起外国来讲呢，印尼啊那些啊，他们都是没有给这个 body kit 的。这辆车原厂标配哦，只要你买到 G spec 都会有。相信大家也看过了，所以我不介绍这样多。所以今天车上就有2个人坐在里面，一个是 Jonathan Wing Hin 的人，他今天是比较得空了，跟我来。然后我们车上就Joseph Hello， 那天跟你看了那辆车，效果不错哦，人家讲你很搞笑哦。是啊，谢谢啊。Jonathan。今天就有3个乘客，等下我们会做一个0到100测试。这个仪器的那这辆车的仪表呢，上次因为是没有打着引擎啦，所以我是没有的示范给你们看啊。那个车的仪表是可以更换的，其实它是跟 Ativa 那些Axia是用着一样的东西，它的 design 又稍微的不一样。这个第2的话呢，它是有点带金色的，那 Ativa 那些就不是啦，但是它的设计是一样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比如说这个 Display Tree 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有我觉得稍微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不甘愿嘛，买到Toyota为什么要跟 Brodva 一样？就是这个 Display One 是相当不错的，感觉到有点像 GR Corolla 感觉，对不对 ？GR Corolla 是在上面的 Sport Mode。好了，我们去试驾吧，电子手刹哈 ，High Spec。不用紧，掏给。哦，那个刹车感觉到，好像会被卡到底一点点哦。OK， 这辆车就有那个 Apple CarPlay 啦哈 ，Wireless 的哦，终于不用这样 Joseph 那款要插一个白线了，终于啊，因为每一辆 Vios 都会有一个白线的，据说。OK， 来，第一上手的话呢，我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呢，终于没有这样厚了啦哈，因为 Joseph 那款真的是驾到感觉那个手啊握的比较没有这么习惯啊，习惯那种超薄的系列啊。刹车上面呢，我感觉到，它跟你的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反应比较快了哦。你垫一点点，那个感觉就来了。现在我放到低的感觉呢，可能你的车有一个年龄哦，感觉到好像比较陡啊，是吧？对，60千了，1年了。是不是铆钉的问题呢？我在想，不知道，60千而已哦。没有可能。安全配备那些我都不讲太多，那些之前在我的影片都有讲过哦。OK， 现在我是用什么 mode 啊 ？Comfort Long press for Eco， 我试一下 Eco mode。这个起步我感觉呢是跟你那一代的 Vios 一样的哦，就是当我轻轻垫一点油门的时候呢，它又好像补一点油，给它转速可能去到2000转，然后你维持一样的油门的话呢，它就一下子就跌下来，它就好像给你起步的时候比较轻快，然后走顺了之后转速跌下来啊。你在起步的时候，你感觉到怎么那个旧卡多大那种冲劲的感觉出完来了，是不是？隔音啊，在外面那些车啊动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不会很吵哦。摩托声音经过旁边明显减少很多。对。现在我想要 test 的是，当我开高速的时候，那个风声会怎样？然后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坐姿放在最低了的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高，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 dashboard 比较低。对，
对，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我的 dashboard 比较高，那我的头部还有大概一个拳头3根手指啦，高度是 OK 勉强来讲4根手指啦，所以我的高度是 OK 的。我177，你不能调哦，我可以调到最低哦。我觉得好高，好像坐 SUV 的感觉。但是椅子的保护性不是不错的，是会比你上一代好一点点。Jonathan，我可以卖我椅子吗？腰部支撑很好，只是腿部支撑的话呢，它就比上一代长了一点点，可能一个 cm，但是还是可以支撑到大腿啦，有提升一点点啦。这个方向盘终于可以调整上下前后了哦。诶，这我按到power mode 有没有搞错？又 eco mode 又power mode，什么鬼啊？又很奇怪耶！我可以爱开 eco mode，就是我又可以开 power mode，你又要省油又要 power。啊，现在我终于 test 到它的 eco mode 是那个油门的话踩的比较深一点哦，这样轻轻踩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它的转速就好像要尽量维持在很低啊，大概1500、2000转一样。引擎很安静，是哦，真的是你没有踩的话，噪音更少。应该是这一次其实是隔音会更好一点。感觉这辆车哦，可能我们人多的关系哦，感觉这辆车没有讲很轻到哪里去。虽然它讲它1000多公斤而已，就比 MyV 重一个30公斤是吧？应该是这样。但是我感觉到出来，对，会比你那代的车会轻稍微一点点，但是没有讲很差很远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它的悬挂系统的话呢，会比你那代硬一点点了的哦。啊，会硬一点。哦，然后你加起来的话，你也没有像 SUV 那种左右晃动的感觉，这一代就没有这么够力哈、哦。你那个的话，我那个很够力。对你那个的话呢，就好像4肢都在摇，然后加上你换了 Sport Spring 之后，感觉更糟糕是在高速的时候呢，它就是头跟尾啊一直这样子翘，这样翘哦，这样子翘。车是低摇的，但是我坐姿我有一点觉得高，是可能这个 dashboard 它真的是给我把 eco mode 关掉啊。不过其实 dashboard 低对女生比较好，他们看得到引擎，驾车看到引擎应该会比较安心哎。哦，这是我老婆告诉我的。我发现了有些东西哦，你看它转速表，现在青色是不是代表我是轻轻踏还是青色的省油嘛？我再深踩一点，你看，喂，这边红色，是不是？哇，这种小细节耶。哇，更 fancy 了这个 display。方向盘的感觉比你那个重了一点点，而且过这个红线的舒服。是哦，感觉重了一点点，但是精准度还是一样的。虽然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这个 S-over 舒服。它没有这样否不了啦。那这还是很舒服哦。我的过那个路上的红色线会比较潮，也比较跳。它的是真的是只是哦，你看过黄线，手力一下哦，是很手力一下。它过这种红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还有过那种路跟路之间有补过的，哇，真的是舒服。这个才是真正有 Altis 跟 Camry 的感觉，高级感。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啊？有吗？有，但是不用紧。他慢半拍耶，为什么？他慢半拍耶，糟糕，我可以在那边 U 灯了。OK， OK 哦 ，OK 哦。我们也没有特别摆出去哦。试一下的那个 S 哦，现在是 normal 而已哦。喂，油门有哦，啊，但是还是要4000转感觉才来啊，还是没有 remap 之前的感觉，就是Toyota是这样的，4000转那个好像感觉那个贴背就来了，没有4000转好像什么都不是这样。啊，来了4000转了。哇，在 S 档的时候会有一点换挡的感觉、啊，也是跟我那款一样，跟你一样。OK， 但是我想要 try 一个那个东西，就是 OK， 我把它锁在3号档，因为我想要知道它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像你那代这样子。因为我一路来觉得 Toyota 的那个 CVT 都调教的很不错啊，绑得很紧的感觉，就好像有点像 AT， 试一下。但是它好像会犹豫了一下，当我再把那个一脚油门踩下去，它的动力没有像你之前那个这样直接了。我感觉到是这样的呢，可能是保护牙箱一踩。当我去升档的时候呢，它就少了那种冲劲，像你那个这样。哦，那个会有那个那样子，好像 AD 的感觉，好像加装静压这样。速度也慢了一点点。对，这一代的就有一点点的差别在变速箱上面，连它降档的时候就很顺，对，是很顺，但是它就
没有以前像 AT 那种，诶，我是不是叫做 AT 哦？这样就是 AT。对，你叫你那款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在那边自我怀疑一下，这个是 CVT 还是 AT？ 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的像我在家的 AT？ 154 second 到0到100。OK 啦，那这次的驾驶模式的话，它终于不用在这里切换了啦啊，就是我的手要去摸啊。哎，我到底是在摸什么 button 啊？安全系统关掉先了哈，把它切换到 Power Mode。OK， 好吧，这个不用开了啦，我知道录了。我把那个档挂到 S 档 ，Aircon 你关掉。Aircon 关掉，跟刚刚一样。AC 关掉罢了，不是 Aircon 关掉。这辆车才走了361公里吧，哦，新车。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它的成绩啊。虽然我们3个人在车上，多了1个人哦。起步比我还快，也蛮硬。来，我们的到100，踩完。呼。哦 ，OK， 好，我们的成绩是13.23秒 ，OK， 会比 Joseph 那个慢了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就在 Joseph 的 Vios 啦，就是上一代的，然后也是17寸了啦哈，但是 everything original， 就是它的 Sport Spring 也拆掉那些了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试一下。完全停下来了，3、2、1，踩完。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比较平啦，刚刚就是那段路会比较斜一点点，往下坡一点点。OK， 第二点就是我们车上多了1个人。第三点就是我们这辆车的马力啊跟扭力都比之前小了一点，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东西，就是是不是小了一点的时候它的那个动力会有影响哦？结果是有啦，0到100的时候呢，我感觉到当我踩完的时候 ，CVT 的噪音是真的是的确啦，会比较大。OK， 会比较大，然后你一听到那个 whining 声音哦，也是会比 Joseph 那款大。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变速箱的原因，还是因为它隔音，防那个隔音膜在前面的话做的比较不好，还是这样。但是反正我的转速低的时候呢，反而是静的。但是只要我的转速一提高，哦，那个声音真的就这样哦，拍照啊都很安静，然后它的风声也没有很多。它有一点点的风声是来自于这个多白色，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多白色影响到它一点点，就这样。要不然那个风声是不错的，只是因为那个风打乱了。你那个降档比较快耶，这个还要有一点忧郁，然后顺顺的把那个转速拉高。其实有好有坏啦，看你喜欢哪一个啦。你喜欢顺还是你喜欢有 AT 的感觉？它也是模拟七速。不知道这个款式会不会出 GR Sport 呢？我觉得会啦。GR Sport 等下又来一个时速模拟，体验一下，我觉得会更好看，因为以前本身这个外形无可否认是真的很好看了的。它的特别是在它的尾巴那边，我觉得很 OK。可是我一个好奇都是，牙箱应该跟 MyV 的好像是类似嘛，对不对？对。可是不知道 MyV 的是好像只有 Sport Mode， 不懂有没有那个 Manual Shift 啊？哦，MyV 的是没有 ，MyV 只有一个。S 还有一个 B 就是下山的时候呢，就是它把转速engine brake 提得蛮高一下的 engine brake。哎，我在高速上面，我觉得这个弹跳没有这么浮了哎，比我的还稳，很稳一下哦。它不会在左右晃动哈，它现在感觉到整辆车的底盘都蛮扎实去不会软趴趴这样子。反正有一点小小的性格。小小的弹跳哦，然后加上这车的这个尺寸本来就17寸了嘛的轮圈，然后它在高速上面都会有所提升它的稳定性。我现在120这样我过弯，车倾也是明显少了一点的，这辆车的高度会比那辆车还低了的，感觉到重心有在降低哦。比起我那一代好像原装已经装了 Andy Roba 的感觉，我装 Andy Roba 都还没有这么稳。我觉得在这个卡拉斯，你真正要去试一下它的，就要试它的 S 档了。我
试一下用它的那个 ACC 跟车，好吧？没有试过，好，没有试过，是不是？看看神不神奇？现在按了这个，然后我按这个，然后我 ACC ready 按 set， 然后我现在把时速调在95 km/h 哈，然后我把跟车距离调在比较远一点的，看一下它的反应。现在是 ACC 跟车，对，它的脚也没有在配的上面。OK， 享受啊！哇，舒服。还会不会帮我摆那个方向盘呢？会哦，会有，但是还是给我过练了哦。它有帮助到一点，如果关太大，应该是没有帮助到。它会帮你拉一点点而已啦。如果那个弯太够力，它就不会帮你去扯了。嗯 OK， 好，那音响试完了，感觉到少了一点点 bass 的感觉。啊，当然在这个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呢，是相当不错好的啦。已经很好，不像 MyV 是纸的 speaker 的感觉，很单薄没有 bass。这个会比较有那个 surround sound 一点，只是少一点 bass， 你可以后期改善，这个不是大问题来的嘛。喂，前面有车啊 ，bro，break， 哇，你看 ，OK， 所以啊，你看到吗？当他发现到前面有下坡，他没有看到有车嘛，啊，当他发现到有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做一点重刹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没有什么车的时候，用这种 ACC 跟车是最舒服的。你把那个车的距离把它调到比较远，但是最怕是什么？你在驾车的时候，一下子旁边有车插进来你前面的时候，这辆车就会是怎么样呢？会不会紧急刹车，让你吓到？跟车距离可以调到比较靠近的，我是调到最远啦。它一直滴滴滴是什么意思呢？有车出现，是吧？啊，那个阳光是对着我们嘛，它好像某一个情况，那个 camera 看的不是很清楚的感觉哈，这个哈。OK， 那这一代的比较扣分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以前从 Joseph 的那个 logo 啊，是一个平面的，有带雷达侦测的呢，现在换上了一个全镜头式的，就跟 Pro Duo 用那个 ASA 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减分了一点啦，但是好处就是它有带自动跟着系统 ACC 的，你那个就没有是哦。没有，它只有自动紧急刹车而已嘛。嗯，啊，你看它又某个情况又太亮的时候，它又看不到，然后当它没有这么亮的时候，它就做刹车了，因为它看到前面有车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加分是什么？它有这个功能。现在买车是这样子的，我虽然没有什么用到这个功能，但是有些人是这样嘛，我花这笔钱，我得到这样的东西，好过没有咯，是吧？嗯。它是已经做得蛮顺畅的啦，没有讲好像喜欢跟你踩 brake， 哎呦不能啊那种。不像以前的 Volvo， 哇，以前的 Volvo 就很夸张。现在下山呢 ，bro， 他会不会给我一下子提速啊？不要啊，我跟你讲不要啊。它好像会在转弯看不到前面有车，它就会加速，然后一转车一头100正，前面有车，它又减速，因为它只能看到前方嘛。之前我 test Pro Duo 的时候，是不是？好像这种弯道，你看它看不到有车啊，然后它就加速，就是加速啊！你看它看到有车啊，就减速。我们现在100正头啊，前面有车就减速。所以我觉得某个情况来讲，雷达侦测还是比较啊。你看，突然有车插入我前面啊！你看，吓到我一下，我的脚要放上去。哎呦，ACC 跟车，我觉得在 highway 直路可以了，卡拉 highway 还是不要用比较好。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我不喜欢。好了，我就 cancel 掉它了。啊，我还是喜欢自己来操控那个油门跟 brake， 我可以自己来做拿捏啊。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刹车，要那个力度要怎样，我可以让乘客感受到最佳的一个舒适性啊。但是靠这种系统的话，还是别了。那我们就到山脚这里了，你们就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呢就要干嘛呢？就要把 Vios 给开上山。多亏你们在我上个影片多多给 like 啊，真的，你的 like 呢就让 Win King 看到了咯。你看多有诚意啊！这个影片呢虽然会打击一下，就是因为这辆车现在是话题嘛，我会把这辆车优先的排期出来。总结来讲呢，这辆车是比上一代提升在它的乘坐感受上面。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很多人吐槽啊，没有 spare tire 啦，哈，然后那个椅背不能做倾倒啊，这些都是 accessory。以驾驶体验来讲呢，它是有所提升的，这个是没有错的。无论是它的刹车，无论是它的操控，我都感觉到不错。缺点就是动力好像没有这样猛了，一点点。OK， 谁咯？有没有按 on cam 啊？好像没有。哦，没有 on cam 啊！
哎呀，真的是舒服啊！拍了这样多影片，第一次，哈哈，这个影片多多点个赞，我们下一个影片呢就把这辆车给冲上云霄了，好不好？各位好，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啊！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响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